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糖。相信看过 UP 以前视频的小伙伴都是对我有所了解的。UP 呢是非常鼓励平民玩家攒原石的。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原神里面最重要的货币资源原石。我会把我对它的了解全盘托出，希望能让大家加深一点对原石这个资源的认识。本期视频呢主要分为2个部分：攒原石的重要性、原石的获取途径以及如何攒原石。前排再次提醒啊，我的以下言论只对我自己是100%适合的，不会完全适用于各位。大家呢要吸收、归纳、总结，然后结合实际情况化为自己的东西。先来给大家说一下攒原石为什么对平民来说这么重要。总有人跟 UP 说，冰糖呀，我有160原石我就抽一发，但是这次雷电将军我也有了呀，这怎么说？那是你欧，你能欧1次，能欧2次，你还能次次都欧吗？对吧？如果不攒原石来抽卡，那是个什么情况呢？ UP 来给大家理一下啊。第一，无法100%的确保你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啊，比如说你很喜欢雷电将军，一个大型版本可以从游戏里面薅来的原石大概就是1万多，20天的卡池周期，我给你多算一点，算你在一个卡池期间可以搞到8000原石，已经很多了，好吧？20天搞8000真的很多了，不氪金是不可能拿到的。但是由于原神的物价很高，8000原石你看着多，它经不起抽呀。8000除以160是50，我往多了算，你也就50抽。原神的小保底是90抽，大保底是180抽。你看你这50抽能够着哪一样？运气好了30-40发整个金光，但是这毕竟还是小概率事件。通过雷电将军卡池的大数据显示，在75抽之后，出金率才会得到显著提升。你不能总认为自己是欧的那一个吧，不能抱有侥幸心理，你永远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呀，不能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运气。你就黑抽，万一你运气不好吃保底的话怎么办？你是不是就只能看着你喜欢的角色干瞪眼了？你就到了视频，万一你被我发现了怎么办啊？我是不是要办你，对不对？那么当你原石抽完了还没抽到咋办呢？接下来你就只有2条路，要么放弃它，等半年多以后复刻，要么掏出你的68强抽。第二，随机性太强，你就160原石黑抽，等你抽到雷电将军卡池的时候，你是已经垫了20发还是70发，是小保底还是大保底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。刚好垫到大保底的话还好，那还能稳拿，但是如果不是呢，你是不是还是只能碰运气？反之，你攒着原石来抽卡又是个什么情况呢？ UP 也不说要大家像我一样攒个5-6万的原石，你就攒个3万，他雷电将军能不给你吗？不可能不给你的，稳拿，稳得一批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安心感，把心放回肚子里，把控制权拿回来交给自己，而不是交给运气。你像 UP 每次抽卡的时候，我一点也不慌，他肯定会给我出的，顶多就是早出和晚出的区别嘛。说到这里了，再给大家传达一个 UP 的抽卡思路，愿不愿意学自己斟酌啊。只要我玩抽卡游戏，我永远会给自己留一个保底的货币资源啊，就比如说玩原神吧，我的原石库存自从超过28800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低于过这个数字。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防止空降角色的到来。万一下个版本空降个大美女，我手里面要是只有个几千原石，你说我咋办？我也凉了呀。这跟 UP 前面说到的安心感是一个道理，要把抽卡的主动权交给自己，而不是交给运气。只要我手里有原石，他空降谁我都不慌。那么看到这里，想必你已经了解到了攒原石对平民的重要性。接下来咱们说一下原石的入手途径，主要分为游戏内和游戏外。游戏内的话就是每日委托、活动、大地图、成就，主要是这4个。在这其中呢，有很多的隐藏宝箱、隐藏成就，加一块其实也不少，需要大家自己多留心一下，或者网上找一找攻略。游戏外的话，主要就是各大软件的签到原石。UP 一直在稳定使用的是某博和某游社。某博这边是一个版本160，某游社是1个月60，加一块就是220原石了，45入可不就是雷电将军的一条腿吗？除此以外呢，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软件也可以弄原石，但是现在他们好多都是抽奖啊，比较麻烦 ，UP 已经不搞他们了。哦，对了啊，还有就是这2个月官方新增的各个平台的主播福利，以 B 站为例吧，一个版本还有大几千原石呢，但是这个就不是人人都能弄得了的了，得有那个条件才行。这个东西的话，它并不是贴近每一位玩家的啊，真的不要再传 UP 能从这里领原石了啊，我是真的领不了，啥也领不了。不过无所谓，不在乎啊，当初做 UP 本来就不是为了领这点原石而做的，有了最好，没有也无所谓，看开就行了。那么拿到原石了，我们怎样才能攒得住呢？这个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攻略，说白了就是2个字儿，你别花就行了。但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UP 觉得能不能攒得住，其实跟你的年龄、自制力、家庭环境、人生经历等等都是有关系的。
UP 自己呢，出身于农村啊，就真的是泥地里滚大的小孩。00几年那会儿的农村啊，真的日子过得挺苦的，不是你们现在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现代化农村啊，小洋楼、大院子，不是那样的，就是正儿八经的土墙砖房。不管是自己家还是对上的邻居家，那都是抠抠搜搜、紧紧巴巴的过日子。然后在这种大背景下，UP 就养成了能省就省、能攒就攒的生活态度，永远给自己保留危机感。再加上现在作为成年人，身背贷款啊，我就更攒得住了。但是如果说你还是个小孩哪有什么自控力啊？绝大多数都攒不住。或者你没有经历过 UP 这样的成长环境，你家庭条件优渥，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的话，那你攒不住也是很正常的。其实你如果经济条件好，是没有必要攒着玩的，你就该磕你的，自己玩得开心就行了。UP 呢，还是那句话，没有最正确的玩法，只有最适合自己的玩法。所以我的观点一直都是现实照进游戏。你现实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的价值观、你的消费观、你的为人处事，通通都会在游戏里面反映出来。你在现实里面就攒得住，那你在游戏里肯定也攒得住。你在现实里面爱攀比，那你在游戏里面大概率也是一个爱攀比的人。你在现实里面活泼开朗、落落大方、说话得体、朋友很多，那你在游戏里的朋友一定也不会少。游戏社会它就是一个小社会，它是一个缩影。你只要能正确的看待现实生活，那你一定也可以正确看待游戏生活，一定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。好了，那么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希望能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帮助。最后看在辛苦码字的份上，给个关注3连吧，感激不尽。